比特币和以太坊下一波趋势要开始吗？最近暴涨的 NOT 现在还有机会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目前在日线上，其实我们已经震荡了整第二个季度，一整个季度全部都在震荡。那我们把级别切小点，切到4小时，我们什么时候会开启下一波趋势呢？下一波趋势的起点会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从4小时，其实我们从56500以来的这波上涨呢，其实它还算是比较弱的。那我认为呢，它依然没有脱离整个震荡的大前提，也就是它目前就是没有打破这个震荡。那当打破震荡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介入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值得入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在4小时这个趋势线上面，它依然是苟延残喘。虽然说它在缓缓的震荡上涨，但涨幅呢并不是很强劲。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支撑就在$67,000左右，至少以4小时这个级别。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有一个双重位。如果说我们把67,000左右的支撑给跌破的话，那我们要再有一波多头趋势呢，就必须在经过重新的震荡整理之后，才有可能再有一波新的趋势。不过，其实我认为，如果它这个位置跌破的话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位置可以入场啊。但即使你现在还没有入场，或者说你的入场位置不好，那一样没有关系了。如果我们确认这波趋势会开启，它只要能有一波很不错的趋势，哪怕你的入场点差了一些，你依然可以掌握非常不错的利润。所以我认为重点呢，并不是说这个入场点可能差个至少以趋势的角度差个$1,000-$2,000、$2,000-$3,000，这个其实还好啊。但是我们要确认趋势有没有开始。如果你认为趋势开始了，可是它后面依然在走震荡，那这就会相当的磨人了。所以我认为判断趋势是否开始，这个才是重要的。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它确实突破了趋势线，所以刚刚或许很多人都在注意，因为我们前期有谈到嘛，我们在这里其实走了一个三角，那现在往上突破了，不过这个突破的力道可以说是非常的弱势。如果真正强势的突破的话，它是突破之后就一去不回头的，像这种，我认为它还是在原本的震荡当中。也就是我们这个形态呢，很有可能就已经宣告失效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的话呢，我们现在的热情距离之前的 ETF 已经有一些消退了。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呢，如果我们观察到汇率的话，可以发现我们最近的几天其实从汇率的最高点到现在，其实已经下跌了7%左右。也就是如果你持有比特币呢，你会多比持有以太坊要赚7%。当然最高点到最低点那这可以表示以太坊它的强势程度呢是有稍稍变弱的。其实它针尖的位置呢，也刚好就落在我们之前有谈到的趋势线的位置。那如果这条趋势线还没有被很显著的突破的话，我是并不会把我比特币的仓位呢大量的转移到以太坊身上的，因为我认为比特币跟以太坊的比例呢，在我们牛市当中至少在初期跟中期当中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比特币在疯狂上涨的时候，你持有的都是以太坊，或相反的话，那换句话说，其实虽然说你依然是在以多头的角度操作，但是其实赚的钱呢就会非常的有限，那这样就很可惜。那如果你想要把握这些交易机会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你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就是可以提币的。那你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27.36的现金，一样可以提币走。这两活动都是现金，非常少有交易所的活动是可以直接送现金的，所以我认为这两个活动非常非常的优惠。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NOT， 这是现在最红的币种。如果你去每个社群，或者说你去任何的社群媒体上面，你会发现 NOT 的讨论非常高，它确实在最近涨得非常猛，尤其在比特币、以太坊横盘的时候呢 ，NOT 如果你想参与的话，那它就会是一个选项之一了。我们来观察一下，那你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从日线级别它在上涨的过程，它的量能是在逐步的增加的，这绝对是好的。如果你发现一段趋势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价位逐渐的创新高了，但是我们的量能呢并没有起色，或者说并没有逐渐的抬高跟上的话，那这个多头呢也会慢慢变得不那么健康。那我们从4小时来看呢，它目前正经历一波回调。那其实通常呢，趋势一旦开始了，这个惯性形成之后呢，你要把它打破呢，会是比较难的。通常我们会比较倾向于这个趋势是继续往前走。你可以发现
我们在过往回调的时候，它回调的幅度都非常弱，然后量能呢一定是渐缩啊。然后像我们之前这个地方哦，它一样是渐缩，而且回调的幅度是比较弱的。那像我们现在会不会出现一样的情况，并且有一个好的入场时机点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前几个小时之前呢，我们最高有来到了0.03，那现在是在0.022左右。那我会认为，如果说你想参与的话，我们在下方这个位置哦，大概在0.02左右这个位置，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入场时机点。一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回调的都很有限，因为我们趋势已经开始了。那现在的量呢也在慢慢缩了。如果说我们缩到极限还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我认为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底部。那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有一根量能很大的这根 K 线哦，其实在这里就表示它有很充分的筹码交换，也就是如果说我们连0.02都失守的话，那它这个回调就会比较深了。那我们要在期待它有上涨呢，就会再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认为0.02这个地方呢，会是一个我们值得注意，甚至如果到了的话，值得去入场，或者说你入场这个位置是值得做防守的位置。好，那最后我们再来很快的看一下赵长鹏好了，毕竟他算是币圈很重要的人物前几名啊。你可以看到呢，标题有谈到了，当 CZ 被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啊，有非常多来自加密货币社群的一些支持啊。那赵长鹏他出狱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再重新投入到加密货币产业当中。当然了，这里不仅仅局限在币安啊，有可能是他做其他东西。那当然也有很可能也不一定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很有可能是以公益为目的的。你可以看到，毕竟他也不缺钱嘛。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友人啊，他之前跟他有一张合照，他就说了 ，CZ 已经开始了他的刑期，在一个低安全度的联邦监狱里面。那在加州啊，在美国的西岸这里。那低安全度的意思啊，就是毕竟赵长鹏他犯的这种或者说被判的罪，他跟这种杀人犯如果关在一起还是不太恰当的，所以而且他越狱的这个几率其实也不高，所以他就关在一个低安全度的。那监狱方呢就会给低安全度的囚犯呢一些空间啊，就会比这种高安全度的有更多的空间，所以可以说他在监狱里面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而且他很快就会出狱了，才4个月而已。那等他出狱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谈他的状况吧。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